今天准备大概拆一下我的15年 MT 来聊一聊，很多车友也很关心啊。拆车其实是一个体力活，以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，拆厂家的车就无所谓了，拆坏了也不用赔，多个螺丝少个零件啥的也没那么在乎，是吧？现在拆自己花钱买的车，倒是很心痛，万一真的是少了一个零件没装，骑出去也不放心，对吧？事实上，车已经拆的大概差不多了，再往下的话就只有台发动机分离车架了。条件有限，大概就这样吧。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聊了，视频可能会有点长，大家耐心看完吧。最后也会把车给装回去，看真的会不会多零件。还是稍微正式一点，我们从前往后大概看看整台车的布局吧。首先是车头部分，主要由前挡风、仪表和大灯等相关组件构成。然后有一个不算大的钢管支架固定在车轮上，没有我们常见的鸟嘴元素啊，整个车头看起来会比较紧凑。它和减震最远的距离也不过30厘米左右，所以基本上也不影响视线。上下连板都是铝合金的，可以看到原厂就已经把方向柱做了增高处理，整个姿势的话，个人觉得已经是比较和谐了。这里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、更便捷的调减震的方法，就是把上下连板尽可能的往下放。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直接和便捷。博士的 ECU 碳罐过来是 ABS 泵体、水箱、风扇还有副水箱，这些部件基本上都是放在车架的前部分的，所以可以看到车架立管的上下位置都是做了加强处理的。因为这个位置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，一旦前面受到比较大的冲击，它受的力量比较集中，容易断头。名牌这里大概说一下，是3月份出厂的 CF400-8A 的型号，整备重量是205千克，也就是3厢版的公告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要去记一套3厢才能上牌的主要原因。往后是集气门和空滤，集气门的位置比较高，空滤的设计也比较科学。把座椅打开以后，只要把空滤盖子的2颗螺丝取掉，就能把空滤盖打开，取出里面的空滤换掉。相对来说还是很轻松的，不像有一些车啊，换个空滤要把整个油箱都给抬掉，工作量确实有点大。不过进气口是朝下的，下面是后减震的位置，有一定的空隙，容不容易进灰尘，这个还不好说。等我后面去跑一趟长途以后，再回来看看效果。那然后就是座椅下面的各种线路和电池以及保险丝了。整个线路的布局，个人觉得并没有很规范的感觉，也就是一个普通国产车的水平啊。然后我看网友有在吐槽说，这个电池的负极没有配备胶套，这个问题吧，其实没有配备胶套，首先它是正常的，因为它不影响使用，本身负极它就是搭体的，也是安全的。但是吧，有些车它又有，至少看起来更顺眼一些。反正该省省该花花吧，看厂家愿不愿意花这个小钱来讨大家的欢心的。对了，如果说后期想要减震的朋友，可以考虑换一个锂电池，至少还能轻个1-2斤的样子。至于车尾，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说了，也就是一个原厂的工具包，这个工具也比较一般，也就临时用用吧。车辆下面部分的布局也大概说一下吧。前面是 QAB 的可调减震，200毫米的行程是10:10的，前21寸真空轮毂市面上比较少见。辐条是这样子斜交侧出式的，后期维护更换这些也更加的方便一些。后平刹是铝合金的，外形比较粗壮，可以看到厂家是已经比较努力的在做减震了。后轮毂做成真空的，链盘也是尽大可能的掏空。链条是 DAD 520的，这里有个防插条凹槽的设计要留意一下，如果后续看到链条低于这个凹槽的位置，就表示可以更换防插条了，不然会对链条产生一定的磨损啊。原厂是没有配备导电器的，不过以大多数人的使用强度来说是不需要导电器的，加上还会把车震给增加。车架这里单独说一下，与同平台其他几款车型相比，15年 MT 的车架确实是为它量身打造、重新设计的，整个车架的布局和强度，个人觉得没有问题。但是对于官方所谓的可拆卸式双阳栏车架的说法，个人有一些不太赞同。很明显是仿照了雅马哈 T700的手法，但是雅马哈并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传统的摇篮式车架主要用在越野车和一些富国车上，发动机是整个放在车架上的。那15年 MT 发动机下面的2根比较小的钢管，姑且叫车架吧，它并没有起到直接的承重或者说托举效果。理论上讲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便是把这2根钢管给去掉，
也不太会影响它的整个驾驶表现。它更多的作用应该是固定下面的发动机护板和两侧的护杠用的，在护板或者说护杠受到较大冲击力的时候来吸收它们的力量，不至于损伤发动机或者车架。当然了，这两根钢管跟车架连接起来，使整个车架形成一个固定的框体吧。对车架的整个刚性是有提升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。不过你要说它有多好，它有多独特，这个我觉得就有一些吹得太过了。不吹牛你能死啊？其实吧，这样的结构在一些国产车上也是比较常见的，比如说更大排量的赛科隆 RX600，它出厂也是有这样的设计，而且钢管的直径会更粗，甚至于它还原厂配备了一个大包围的护杠，看起来会更加的良心。只不过赛科隆可能会比较老成吧，没有刻意的说这个问题。换个机会再来聊聊外观件吧，有一些累了。有一说一啊，整个外观件的手感还是蛮沉的，没有仔细去研究它的材质啊。拿起来还是比较厚重的，应该会比较耐操啊。原厂其实就已经配了一个塑料的水箱护网，是够用的。还有比较薄的铝合金护板，加2块塑料的挡板，整个防护性还是很不错的。一般的大多数路况的话，我觉得是够用的。油箱是铁的，17.5升，整个体型做的比较大，满油的话还是蛮沉的。对了，这里有一个拆车技巧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你在装车的时候，为了防止螺丝搞丢或者说搞混，可以直接把螺丝装在这个覆盖件上面，在装的时候就顺利很多。千万不要太自信，你说记得到时候肯定会搞错的。这个都是教训啊，大概就说这么多吧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有一说一啊，450 MT 这台车的整个布局设计理念方面还是很成熟的，毕竟是大量参考了 T700的一些精髓在里面，实际的落地效果也很不错，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。这种车型本身是很稀缺的，现在还有厂家能大手笔的投入，这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过在车辆的一些细节方面，我觉得还要深究。然后是在广宣层面，个人觉得有一些用力过猛了。这本身是一件干苦力活的车，没必要搞太多噱头在里面。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看到的是品质、稳定性和服务，对吧？就说这么多吧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一丁点用，欢迎给我一键3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现在我要去装车了，但愿不要多一颗螺丝啊！如果真的多了，希望接手我车的兄弟不要在意啊。螺丝没多，位置都对，最后来听下声音。